惊讶地发现自己筹划的派对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克里斯好像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当即按照经纪人给的地址来到了这家名为格兰德的酒店。可他却不知道这里正是当年那个老人的家。在办理好登记手续后，一名名叫拉里的老年服务生接待了他。正当克里斯惊讶这座酒店连服务生都要选得这么富有年代感时，拉里则用幽默风趣的玩笑缓解了此刻的尴尬。可就在拉里准备离开时，他却好像想起了什么。Have we ever met before? Have we ever? No, I don't think so. No, I'm sure we haven't. Have a nice day here, Mr. Cully. Okay, thanks a lot. 为了赶紧找到自己想要的灵感，克里斯迫不及待地开始在酒店里摸索。他很快找到了酒店的博物馆，这里收藏了许多和这座酒店有关的古董。正当克里斯准备研究这些古董时，他却好像听到了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他跟着声音向前走去，突然被一幅挂在博物馆正中央的老照片所吸引。照片里的女人典雅高贵，微微翘起的红唇和如黑夜亮星般闪耀的双眸，让克里斯瞬间深陷其中。这正是他苦苦寻找的能让自己名垂青史的女主角。为了找到照片上的女孩，克里斯赶紧找到在这里工作最久的拉里。拉里告诉他，女人名叫杰西，是1912年当红的舞台剧明星。早些年的时候，她曾在这里演出过。后来出于某些原因，她把这里买了下来，所以这里一直挂着她的照片。听到这，克里斯有些难过。现在正好是1982年，也就是照片上的女人即便活着也是个花甲老人了。就算自己还能侥幸见她一面，但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主角，显然有些天方夜谭。这让刚刚看到希望的克里斯再一次被拍打到沙滩上。回去后，他反复回忆着照片上的女人，久久不能入睡，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在不断引诱他去寻找关于女孩的事。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然后跑到市里最大的图书馆，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关于杰西的记载。或许女人有个和她长相十分相似的女儿也说不定。很快，他就找到了关于杰西的人物传记。可就在他翻到注有杰西的那页时，他却被惊得汗流浃背。那位自己苦苦寻找的杰西，竟然是当初莫名其妙给了自己怀表的老人。这让克里斯明白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为了找到真相，他根据传记上的地址来到了杰西生前的住处。开门的是杰西的保姆。为了打消女人的疑虑，克里斯拿出了当初杰西交给自己的怀表。看到怀表的保姆突然变得语气哽咽。原来杰西在8年前就已经离世，并且这块怀表是杰西最珍贵的东西，只是在他去世那天却离奇消失。在保姆的领路下，克里斯来到了杰西的房间。男人一眼便认出那套白色的礼服正是照片上的那套，并且他还发现杰西居然和自己一样喜欢一本名为《在时间中旅行》的书。这本书是克里斯的老师写的，而这本书的创作由来是因为他的老师曾宣称自己在不经意间曾穿越过时间。查理一直把这本书当成一本穿越式的小说，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慢慢相信了这种无厘头的幻想。想到这，他猜想或许自己也可以有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紧张搞砸了这场横跨70年的见面。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揣着纪念币躺在了床上。突然，克里斯感觉自己的意识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抽离。随着墙上若隐若现的更迭，睁开眼的克里斯竟真的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看着四周陌生的老式家具，克里斯明白自己已经成功回到了1912。虽然一切都如同梦境般虚幻，可这份真实感让他十分笃定，这绝对不是一场梦而已。这时隔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他赶紧拿走自己遗落的帽子，躲进了窗帘后，然后静静地期盼着来人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杰西。但当女人出现，他却大失所望。虽然女人也有些姿色，但显然比不上杰西的雍容华贵。趁着女人分心，他瞅准机会溜了出去。就在他继续寻找照片里的女人时，一个小男孩的皮球突然投入他的手中。听到前台的领事呼唤男孩拉里时，克里斯这才明白，眼前的小男孩竟然是那个服务生小的时候。于是他赶紧向男孩打听关于杰西的事。拉里告诉他，杰西此时正在海边散步。于是他立即跑到海边，打算制造一后用命令般的语气让杰西赶紧跟自己离开，可他并不知道，面对克里斯的唐突，杰西并没有一丝反感，反而对男人生出了几分好奇之心。而克里斯也不死心，跟着女人来到了酒会。他拒绝了所有富豪才女的搭讪邀请，然后支开了抱着杰西揩油的中年油腻男，随后牵起女人的手，打算将他们之间的故事讲给女人。男人的依依不舍激起了杰西浓厚的兴趣。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看到男人时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由于经纪人的再次出现，无奈的克里斯只能再次被动的离开。但呼之欲出的真相已经让他寝食难安。他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杰西的房间，想要邀请女人一起共进早餐，如果不行就一起共进午餐。总之，克里斯希望杰西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跟他聊一聊。面对眼前男人莫名的执着，杰西心里不知为何也有了一种想要跟他离开的冲动。Yes. 1 o'clock. Outside the hotel. Just crazy enough. 得到回应的克里斯立马跑到了他们约定的地点，杰西也如约的准时赶到。他们一同乘着马车来到初见的沙滩，在绝美的天气中漫步在海岸边的天际之上。两人从彼此的爱好聊到人生的理想，杰西竟发现眼前的男人居然对舞台剧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让对男人一直好奇的女人又多了一分崇拜的感觉。随后他们在夕阳下泛着轻舟而行，这是自打杰西成名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惬意。短短几个小时的相处，便让这个一直封闭自己感情的少女对男人彻底打开了心门。这时克里斯拿出那枚怀表，想要让女人看看，可杰西从未见过这块怀表，这让男人多少有点失落。看来事情的真相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简单。就在他们回到酒店后，杰西的经纪人又凭空出现，打断了他们更进一步的行为。不过这一次温顺乖巧的杰西却出言忤逆了经纪人的控制。他告诉经纪人自己不是他饲养的绵羊，他有权利决定自己到底要和谁打交道。随后便无视了男人憋红的嘴脸，直接邀请克里斯来观看自己的舞台剧表演。深爱演出的克里斯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但看剧无数的他，还是在杰西出场时就被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从未见过这样富有灵气的演员，可这时杰西却突然说了一些并不在剧本上的台词。他将那段俗套的台词变成了不知道说给谁听的浪漫告白。突如其来的事故让现场的导演和演员全都汗流浃背，可杰西完全不在意旁人的提醒，反而更加深陷其中的诉说：我从未相信过命运的指示，因为我从不信命运会眷顾这样一个我，但我却又幼稚地相信奇迹，因为奇迹让我遇到了你。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和你相遇的点点滴滴，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替我说出我心里的感觉。如果真的要说，我可能只能说3个字I love you. 克里斯清楚这些话是杰西说给自己听的，这是他在给杰西讲解剧本时所构思出的台词。如今从杰西的口中说出，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内心。他想要穿越，并不是为了给自己舞台剧挑选到最棒的女主角，而是给自己的生命加一个女主角。无所谓那个真相，也无所谓时间纬度。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跑到了后台，想要第一时间见到杰西。正巧此时一名记者在给杰西拍照留念，而看到男人的杰西也洋溢起了幸福的笑脸。也就在此刻，那张承载着两人无数记忆与呼唤的照片就此诞下。可两人的感情愈加甜蜜，杰西经纪人的心就愈加慌乱。他绝不允许自己好不容易培养的摇钱树被别人拔去之慢。于是他用杰西的名义将克里斯叫了出来，逼迫他离开酒店，不然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可连跨越时空都不怕的克里斯又怎么会惧怕这种皮肉上的威胁？见克里斯不愿意，经纪人当即叫来了一帮下手，他们将克里斯绑起来丢进马厩，随后找到杰西，告诉女人克里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先行离开。不幸的杰西赶紧跑到了克里斯的房间，果然没有发现男人的身影。瞬间一股绝望的离别之情涌上了女人心头。直到第二天，
克里斯才挣扎着从马厩里解开了束缚。他第一时间赶到了杰西门前，却被领事和拉里告知，整个舞台剧剧团昨天夜里就偷偷搬走了。这让克里斯变得失魂落魄。他已经不在意真相到底是什么，只在意杰西的离开让自己的心变得空落落的。悲伤的洗礼让他压抑的久久无法平静。可这时，在不远处却传来了杰西的呼喊，爱人的一声声呼唤让克里斯明白这不是一场梦。他赶紧顺着楼梯向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奔去。原来杰西一眼便看到了克里斯的刮胡刀。一个十分注重外表的男人怎么会遗忘这么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段横跨70年时空的爱情终于迎来了他们交错的终点。就这样，他们在这栋酒店里度过了无比甜蜜的几天。这几天的时间，他们彼此都十分确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命中注定。突然，杰西向他索要了那块怀表作为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不再追求真相的克里斯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可这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原来所谓的真相就是不断的轮回。那枚怀表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克里斯的东西。想到这，他赶紧去翻那枚带他穿越的纪念币。可当他拿出时，上面的1912竟变成了1979。克里斯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穿越终会停止，意识到穿越即将结束的他奋力地向杰西抓去，可一切却变得像梦境一般，变得逐渐看不见又摸不到。等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又降临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他明白穿越不仅时间有限，他还会因为角色的唯一性注定回不到自己的世界。不甘心的他赶紧一遍又一遍地尝试重新回到杰西身边，可无论他怎么挣扎，他都无法让自己陷入睡眠。在尝试过无数次之后，克里斯独自一人来到了初次见到杰西的海边。这里和1912年的区别不是很大，他明白这一定是因为杰西为了让自己不会迷路而故意维持的，而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反复来到那张老照片前看自己心爱的人。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也是他们相爱的唯一见证。思念的情感不断折磨着克里斯，他甚至不敢相信杰西是如何在时间的长河里苦苦煎熬了70年，又如何跨越了时间的维度，苦苦坚持见到了年轻的自己，然后又默默孤独地离去。这时他仿佛明白了为什么至始至终都没有老年的自己出现，他仿佛接收到了命运的感应，或许在某个特殊的空间里，他还有机会再见到自己爱的杰西。于是当有人发现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可他却没有一点畏惧死亡的感觉，反而像是看见了一只苦苦在等待的人，然后真心地笑了出来。没有人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了一抹光亮，也没有人知道那束光亮正是杰西为他留下的回家的路。这段横跨70年时空的爱恋，其实他们从未分开，只是一直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不断相遇，重新相逢，就像是在海岸边的初次相逢，明明只是初见，却好像相知相遇了很久。